先重磅的给大家说一下啊，今年日本生孩子的一个新的政策，以前是生孩子也是不花钱，不管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，都是一个42万日元的一个补贴给你。从今年开始，2023年开始，42万直接升级为50万日元哈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个是我妈在空调房间里面晾的衣服，好长时间不露面了，因为孕期太埋汰了。然后今天呢，给大家出一期，就是在日本产检的一些福利，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事项什么的，给你们说一下，看看跟咱们国内有什么不同的地方。咱们换个场景啊，这个场景太乱了，回来都被挨骂了该。先把我这一大袋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先开始呢，先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在日本，你知道怀孕了之后，咱们不用着急去医院，大概快到10周或者是12周的时候，就快到3个月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去医院，因为你提前去的话，他可能会觉得没有很大的把握，然后因为也没有胎芽，也没有胎盘之类的啊，咱们就是这个时间会多花一些钱，都是自己自费的。我那个时候因为可能自己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嘛，然后我就有点担心，然后就自己去医院了。去了大概3次，每一次都是2-3千，大概100-200块钱。然后这个费用呢，不是免费的，都是自己走那个医疗保险。先重磅的给大家说一下啊，今年日本生孩子的一个新的政策，以前是生孩子也是不花钱，不管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，都是一个42万日元的一个补贴给你，还有住院呐，住院当中的一些吃喝住呀，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，以及你生孩子这些费用。从今年开始，2023年开始，42万直接升级为50万日元哈，这个费用哈50万。比如说你自己想再去更换一下住的那个环境啊，不想去住集体的呀，想去住单独的呀，可能到最后的话会自己补贴一点，也不是很多。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，生孩子几乎是不花钱的。那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就是生孩子之前的一些产检，都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它的这个程序啊，我简明扼要的说。这次我去的这个妇产科是我们这边稍微比较好一点的，它比以前的那个在乡下的那些医院都要专业一点，然后还比较耐心一点。我12周的时候，就是3个月的时候，那个医生呢会给这种小表格，他会给你明确的，就是我检查完之后，他会给我写了你就是我们快到3个月、4个月的这个时候嘛，然后你就要去拿这个母子手账，我已经拿过了啊，然后会跟你说要初期做一些什么检查，可能跟咱们国内不太一样啊，很多检查，然后中期的检查，28周之后的检查，到了9个月的时候，他就要把你去介绍到一个大的医院，就是你最终生产的医院，他会给你去提前的，就是问你是想去哪个医院生产呀？你要是想去市里呀，还是我们这边附近的这个医院啊？我就说我想去那个，就上次我女儿住院的那个医院近一点，他就会说，那你9个月的时候，就是32周的时候就要去那个大医院去检查了，去产检了哈。我们就近期就是在这边产检，他会给你说，你从刚怀孕第1个月到最后1个月的时候，每一天身体的变化什么都跟你，不管你是第几胎，都跟你说的特别明白，就是有个护士跟你说的特别明白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怀孕中期的这个检查哈，就是一些这个所有的检查都跟你说的特别明白，一条的跟你说的特别清楚。我以前怀了2个都是稀里糊涂的，然后这个呢就跟你说的特别详细，一共有非常多的检查啊，还有特殊的检查呀，什么每一次产检的这个费用问题啊，它产检有个这样的一个小册子，哈，叫母子健康手账，然后呢里面就是包含了你每一次就是检查的，比如说这个子宫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啊，
每一次的这个票券就是他们承担了，就是一次产检给他2张票检查啊，这个就是1本。然后呢，孩子生下来之后呢，还会有一个新生儿的听觉检查，还有一个就是孩子这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检查，这个都是免费给你的啊，就是这些很多。然后后面这些呢，就是孩子接种的那些疫苗，孩子生下来之后免费去接种的所有的疫苗的券都在里面。除了这些哈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刚生下来孩子之后，不有一个月的检查吗？它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查的券，看这个产后1个月的检查券，全部都是免费的，等于说几乎如果你从3个月开始去这个妇产科的话，咱们都是所有的检查都是免费的，不花钱的。然后还有这个母子健康手账，这个呢就是从你怀孕的时候刚开始，然后医生呢都会把所有的检查结果都贴在这个上面。还有就是你生完孩子之后的这个状态呀，孩子发育的状态呀，全部都在这个上面，等于说是我跟孩子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。我3个孩子，每个孩子都有1本这样的，这么多一大堆的哈，这个是备亲的，就是你可以去听课呀，去免费的去听讲座呀，然后他给你就是一些讲的这个知识啊，让你就是明明白白的当妈妈。就让你注意干净啊、卫生啊之类的这些小册子呀，很多这种很多书，就是你可以就是在怀孕的时候也不无聊，然后去学习，都是免费的课程去学习。他们都是自己带孩子的嘛，所以说他们的就是妈妈一定要让他们懂得很多知识。生产完之后呢，还有很多的，就是免费的教学呀。就是给你上课呀，就是这些的。还有后面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次不太一样的就是他给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卡len达，就是日程表。就是从第几周开始，他会就让我自己写哈。现在就是马上就要进行，这次非常重要的产检了，就是刚开始的，还会给你标出来。然后呢，预产期还会给你写出来。一般我都是37周加5生，然后呢，他给我写的是，就是我的预产期是7月26号生哈，估计会提前，他就会让你把每一次的这个日程表自己的写好，自己的记录好，这样都不会忘记。好了呀，这就是在日本产检的以及生孩子之后的一些检查的内容和就是费用，基本上是属于不怎么花钱，就是这些福利待遇吧。然后这个是可以贴到车上的，非常可爱的这样的一个标签，还有挂到书包上的。总结来说呢，因为根据地方的不同嘛，我们以前住的是乡下，根本就没有这么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给你啊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全部都是特别详细的，任何一项检查都给你写的特别详细。还是总结来说，还是大的地方、大的医院以及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让你安心度吧，要比在以前乡下好很多。后续呢，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项目呢，多做些什么。咱们可以跟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去做一个区别吧，就是说可能没有咱们国内的什么唐筛呀、唐奈呀，咱们可以去做一个对比，看看他们的检查，都是有哪些项目的，好吧？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